夫人这一胎怀的是麟儿，小娃娃健康着呢，还比普通孩子都大，进步得很好呢。夫人，孩子在肚中健康是好事，长得大也是好事，可您也要注意饮食，不可过多进补。若是孩子太大，您生产时定会艰难。夫人呢？侯爷，你有所不知吧？这沈掌柜还是个郎中呢，他从师傅那里学到了秘术，可以通过诊夫人的脉，知道夫人怀的是男是女，还能知道腹中孩子是否康健。没想到萧可脸色一沉，怒斥：胡闹！夫人一直有专门的郎中请脉，什么时候轮到一个乡野郎中出手了？夫人是不是在这屋里？赶紧开门！沈掌柜说了，不让人进去，马上就好了。侯爷，您要不就多等一会儿。赶紧开门！若是夫人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有个3长2短，我让你拿命来偿！沈桃心想，萧可这火撒的可真邪门啊！不过诊下脉，至于发这么大的火？莫非他是害怕自己苦心经营的事被揭穿，所以才发了这么大的火？这么一想，诸事都能说通了。我不过睡一觉，怎么发这么大的火？还打了人。往常啊，你脾气都好得不得了，这一发火吓了我一跳呢。都怪我贪玩，在外面和人玩这个剧本杀，等我玩完一局发现你人不见了，简直快把我吓死了，所以说话就重了。要是强强害怕，就打我2下出气。你也是担心我，我怎好苛责你呢？就是小莲平白挨了你的打，心里怕是委屈死了。等回去你可要好好赏他些银两，安慰安慰他。沈掌柜，你说给强强把脉了，脉象如何？嗨，还没来得及诊，小侯爷你就来了。萧可如释重负，表情也软了几分。林强则递过来一个满意的眼神。这林强还有救，一点点苗头他就察觉到了不对劲儿。这样再好不过，也不用他绞尽脑汁的去想着如何提点。萧可总是劝说他少食甜的东西，可桌上摆的糕点小食却无一不是甜到齁的那种。若没有沈掌柜提点他孩子太大了，他还是会欢欢喜喜的吃下去。可现在他却无论如何都不想下口。强强，怎么了？不合胃口吗？不想吃吗？你肚子逐渐大了，还是吃一些，要不生产的时候没有力气。相公，恐是我这一次坐车太久了，身体乏不说，还有点想吐，我实在是吃不下，闻着味道都觉得甜腻。要不先让我歇歇，我保证晚间要是舒服了，我多吃几口。那夫人就睡上一会儿，下次这跑腿的活还是让我来干，你就踏踏实实的养胎。他是怕林强再到平县，那个沈掌柜说什么让他起疑的话罢了。事情已经到了紧要关头，可不能让人出来搅局。他可是做了万全的准备，让林强补，使劲的补，把肚中孩子养得越大越好。他自己生产不幸，也是两命最好。实在达不到这个效果，还有产婆助力。总之，生产这个鬼门关，他定是过不去了。到那时，他们永定侯府就能堂而皇之的收了林强的陪嫁。回到孟浦县，林强就当起了闲散人。他要在孟浦县组建一支船队，就故意把萧可支出去忙碌，让他插手生意上的事儿。萧可对此也有盘算，以前那是要装好男人蒙蔽林强，现在林强的死期都快到了，他还有什么可怕的？尽快上手熟悉运作，林强死后他才不至于乱了手脚。萧可虽出去忙碌，却命手下的带刀护卫把宅子护得像个铁桶似的。林强以前觉得贴心，现在却觉得扎眼。他现在一举一动都在萧可眼下，这是要绝了他和外界的联系。若是在京城，他还有手下可用；现下在孟浦县，他无人可用，真的就像瞎子聋子一般。说不定他都等不到回京城，就会因为生产客死异乡。夫人，侯爷待您可真好，他整日在外面忙碌，还要抽空让下人给您送点心、送燕窝、送人参进补呢，生怕委屈着您。这要是让旁人家的女眷看到，肯定羡慕死了。他养出来的丫头可当真是和他一样蠢笨啊！若不是沈掌柜出言提醒，恐怕他直到咽气的那一刻都在责备自己没能给萧可留后。侯爷，夫人身边的小莲出去买糖糕了，夫人说嘴馋想吃糖糕，还指明要去买您买过的那家，已经派护卫跟着小莲了。他一连买了10多家，最后才买到您买的那家。夫人连着吃了5、6块，
还让护卫去吩咐卖糕点的人家，每日往府上送一些。糕点不宜多吃，用拦着吗？唉，妇人不易，划了身子都想吃些可口的东西。她喜欢吃甜食，要是不让她吃，她心中难免憋闷。这样，你回去提点小莲一番，让她劝夫人万不可多吃。算了吧，小莲在夫人身边养得久了，骄纵惯了，你们说的话她未必放在心里。等我晚间回去好好劝一劝吧。相公，造船的事有眉目了吗？还在看，最近找到了2家造船的，他们给的价格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我也很为难，怕被人诓骗。船只航行若是船身不结实，连个风浪也顶不住。我正在翻阅造船的事，多了解一分就少一分危险。相公，我身子重，辛苦你了。你明天能不能去一趟码头，去平县特产的铺子订2000副麻酱？2000副？怎么要那么多？我想送到我爹爹那边去。这么好的东西，还是要赶紧抢占市场。好，我明日下午就去。第2日，送糖糕的人来了。林强把一张纸条塞进装糖糕的盒子底部，悄无声息地把消息传了出去。2位婶子，我交代的事儿一定要办妥。那是自然了，姑娘你订了这么许多的货，够我们干半年的了。经您的手把货卖到西北去，我们可求之不得呢。这多大一片市场啊！哎，公子，您要点什么？刚才那个姑娘是？那个呀，那可是西北最大的商人霍家的独女。别看她年纪小，这手段却很厉害。线下家中的生意一半以上都是她在打理。谁要是娶了她呀，那她不知道要带多少嫁妆进门呢。我昨日就听说她来了，就住在南北客栈。这城中的贵人全都排着队的想见她呢。永定侯府的新任夫人有着落了。哎呀，公子，光顾着跟你扯闲话了。您要买些什么呀？萧可草草付下麻将的定金，而后带着几个侍卫扬长而去。瞧见没有，这就上钩了。赶紧让人给桃儿送信，就说赶紧布置，鱼要咬钩了。林强已经通过送糖糕的人把消息传给了沈桃，沈桃从中斡旋，把他的2封书信快马送往京城。一封书信是以萧可名义送给萧家长辈的，说孟浦县风景好，让家中长辈一同来游玩。另一封信递到长公主手里，长公主的幕僚在书房里针对长公主去不去孟浦县的事儿吵翻了天。永定侯府有爵位在身，我看这事儿咱们还是不要插手的好。林家若是知晓女儿求救，咱们束手旁观，你猜他们会怎么做？他们家若是儿女成全也就罢了，可林强是家中独女，那又如何？咱们就咬死没收到信件，他林家还敢生出2心？好了，本宫整日在京城待的也心烦，出去透透气也是好的。永定侯府，娘，是哥哥来信了吗？你哥哥打算让他在孟浦县生产，要咱们过去呢。哼，哥哥还真打算让他把孩子生下来呀，还让咱们亲自去看，我才不去呢。就凭他也配当我的嫂子？我嫂子呀，何该是京中贵女，而不是商贾之家出来的满是算计的女子。和小姐妹在一起，他们都笑话我。你个傻孩子，说你什么好啊？你嫂子要是生产，咱们一家人必须去。放心，你哥哥不会让她活着生下孩子，咱们一家人都亲自去看她生产。这要是传出去，她娘家也知道咱们爱重她，是她自己福薄接不住。等她走了，娘就有大把的银子给你添妆，10里红妆送你出嫁，全京城的人都得羡慕你。那好吧，反正也是最后一次了。来几个人，赶紧给我们收拾东西，我和小姐要去孟浦县。那老夫人呢？你们先收拾吧。母亲那里我亲自去询问。母亲，萧可传信来说孟浦县风景秀丽，民风淳朴，邀咱们一起过去住些时日。我寻思这2天天气正好，我这就让下人帮您收拾东西。去什么去啊？这一趟出行要花多少银钱？强抢一个女人支撑起这个家多不容易，你们反倒好，不懂得节省，整日想着如何花销。是强强和萧可亲自来信，要去就你们去，我老婆子可拉不下来这张脸，大把的花孙媳妇的嫁妆。不去就不去，但我喜欢让你去呢。还好你自己识趣，你一直站在林强那边，要真让你去，说不定还会坏事呢。2日后，啊，娘，你看那条船真气派呀，是谁出行啊？那可是长公主的船，咱得让他们先过，等走远了，咱们才能起航。这长公主，
冯家照现在就关在县衙大牢里，督察院和刑部都来人了。这次来的刑部员外郎在离京前却拜见过苏相，是他的人无疑。不过这次来的督察院李大人年少有为，是天子门生，想必会秉公办理。找个由头去见一见李大人，让他把事情往河道上查一查，势必要查出点端倪。另外再派几个人守着县衙大牢，切勿让冯家照死了。他一死，可就死无对证了。娘，我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就让我住在这里啊，还没咱们侯府下人住的地方好呢。他怎么办事儿的？你呀你，就算身边没人，你也不好这么大声吧。至少他现在还是你名义上的嫂嫂，拿出你平日惹人喜欢的样子，可别在这个节骨眼上给你哥哥添堵。萧可一连等了数日，霍家独女都没回客栈。就在这日，他接到护卫来报，霍家独女回了南北客栈。敢问姑娘叫什么名字？婚嫁与否？霍淑华正是韩妈妈手下的淑华，这可是个精通男人心的主。婚嫁，像我这样的人，终身大事自己做不了主的。这位公子，我等下还有事，不必在此等候了。我打算在孟浦县组建一支船队，姑娘对此可有兴趣？既是生意上的事儿，淑华自然有兴趣。明晚望宾楼如何？怎么回事？哥哥，你回来了。相公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相公，是我让娘和妹妹过来的。我这肚子一日大过一日，想必来不及回京生产。我猜想娘和妹妹呀，肯定想第一时间见到咱们的孩子，就做主让他们过来住一阵儿，全当是散散心。啊，还是强强你想的周到，怎么不告诉我一声？派谁去传的信？劳烦你多思，我定要罚他。他内心恨极了，到底是哪个不长眼的让他和外界取得了联系，让他抓到就地处死。相公，我看你日日操劳，这点小事不忍劳烦你，我就是让小莲出去买糖糕的时候传的信。等林强死于生产，他第一个就拿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莲开刀。第二天晚上，萧可约了霍淑华见面，他随意寻了个由子就跑了。林强捏着纸条，心通通的跳着。纸条上说一切安排妥当，按照他和沈桃的计划，今晚会有一个女子使出浑身解数勾引萧可，而这女子的身份是西北富商独女。若是萧可心中有她，那断然不会上钩；若萧可是个好色好财之人，势必顺水推舟。这是林强给萧可最后的机会。至于撕破脸后如何从层层带刀护卫手下脱身，还要仰仗长公主。妹妹，我出来孟浦县那几日尝了些好吃的，今日我身体轻快，要不我带你去吃吃孟浦县的特产，待咱们吃完，咱们一起去珍宝阁。我之前看上一副头面，上面嵌了大颗的红宝石，正配你过年时穿的那件罗裙呢，嫂子买给你，如何？啊，怕是不好吧？哥哥要是知道我劳累你，定会骂我。更何况咱们两个女子晚间出去也不安全。谁家女子不生产？我哪有那么娇贵？咱们多带上一些护卫，贴身保护就好，保准不会出了岔子。我听说那头面只有一套，要是被别人买去了，就再也寻不到喽。好，嫂子，我跟你去。夫人，侯爷说您身子重，没他的陪同，不让您出门。这要是让侯爷知道了，还不罚我们呢。侯爷对我多好，你不是不知道。回头我好好和他说说，他肯定不罚你。你若是不肯和我去，我才要去侯爷面前告你黑状，说你不敬我。老天爷都在帮林强。珍宝阁早早关了门。没事的，明天咱们再来。若是红宝石头面被人买走了，嫂嫂就给你买一套更贵的，保证让你满意。望边楼一个雅间内，霍小姐，我第一眼看到你就心动了，感觉此生定要和你相伴度过才算完整。我身为霍家独女，看起来风光无两，实际是半点由不得我。不瞒公子说，以我的身家，想要嫁入高门大户根本不可能。高门大户最看重门第，就算娶小官庶女，也绝对不会娶我这个商人的嫡女。嫁入平凡人家，把我圈入后宅，让我远离商场，我又是万不能同意的。我爹就我这一个女儿，以后所有的生意都要交到我手上。我最好的归宿就是守着硕大的家业，孤独终老。至于情爱，我不敢奢求。所以公子，咱们……萧可听到霍老爷子要把全数家产都留给他，心中更是激动。
比起林强的嫁妆，霍小姐，其实我是永定侯府的小侯爷，身家我有，我也不觉得娶商人女有何不妥，因为我现在的妻子就是商人女。你有妻子了，那你还和我说这些做什么？你的门第我高攀不起，我也更不可能去给人做妾，不可以，这样是不对的。你有妻子，我们不应该这样。萧可用力地拉他。哎，你听我说，你给我个机会，你听我说。好，你说，渣男，我看你怎么狡辩。我的确有妻子，我爹当年落难，被他的父亲救了，为了报答救命之恩，我父亲给我和他定下了娃娃亲。那时我还年轻，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情爱，就按照家里的安排娶了她。她身体非常不好，却坚持要当母亲给我生一个孩子。她怀了孩子后，身体虚得更厉害，我替她遍访名医，所有名医都说，想要保她的命，非要打掉孩子不可，否则生产那一日就是她。我劝过她，可她不听，执意要拿命换孩子。我心里很感动。在遇到你之前，我一直把感动当作爱，直到看见你，我才知道我错得有多离谱。对不起，我对她有责任，不能对她弃之不理。霍小姐，淑话，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，等一等我？若是她顺利生下孩子，我会等她恢复一些就和她和离，我会安顿好她的后半生，让她和孩子衣食无忧，然后再来娶你。若是她生产时遭遇不幸，这男人为了骗人是真能编啊！什么救命之恩、娃娃亲，爱入骨髓，所以要玩命生孩子，真是极其虐恋要素啊！这要是写成花本子，保证大卖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真的不能再真了。我再要一壶酒，咱们再坐一会儿吧。我想你陪陪我。劳烦伙计，再给我们房间上一壶酒。啊，贵客几位啊？2位。2位女眷，2楼竹风雅间。啊，贵客，您的酒。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，快出去！小侯爷，哥，滚，带他们回去。现在他看到了，他输了，心里最后那点自欺欺人也完全消散。萧可对他没有半点夫妻情分，全都是装的。他已经迫不及待的要置他于死地。既然如此，他也没必要大闹，让旁人看笑话。那个就是你的妻子吗？那个才不是，我妻子病弱，根本不能外出行走，只能躺在床上养胎。刚才那2个都是我的表妹，淑话，你相信我，我心里只爱你一个。自从码头那日见过你，我的心里都是你，梦里也是你，我做梦都想娶你。你给我一段时间，我以性命担保，我会亲自去西北找你父亲下聘，8抬大轿，10里红妆迎娶你当我的正妻。小郎，不要给我承诺，不要给我希望，咱们今生无缘。刚才能短暂的和你在一起，我已经知足了。狗男人！还短暂的拥有你，我他妈拥有的男人多了，你算老几？你要是真有本事，你直接休妻再娶我，我都敬你是条汉子。实际呢，你又没本事，又想用阴毒的手段占人家的嫁妆，最重要的是还想树立爱妻深情人设，真是又当又立，真是多看你一眼都想吐。这么一对比，那些脑满肥肠的客人都高大英俊了。等我，你一定会是我永定侯府正儿八经的夫人。再陪我一会儿吧。就一会儿，我就把你还给你的夫人。去长公主府求救的伙计，跑快点，再跑快点！我只能拖住他一会儿，再拖我就要吐了。就寻了个由子回了。今晚夫人动了胎气要生产了，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吧？知道。那还不去安排，还等着我教你们吗？啊，夫人，为夫回来了，你怎么不快些迎接？小可，你终于露出你的真面目了。不在人前继续扮演好男人了，就这么点能耐还想跟我对着干？你若是老老实实的，你还能有2天舒服日子过，偏偏你要闹，那可就别怪我了。今晚你就会因为动了胎气而早产，最后1尸2命。你不怕我爹？你爹能拿我怎么样？我对你日日上心，爱护有加，这是每个人都看在眼里的。你贪食，把肚子里的孩子吃得这般大，最后导致生产不利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看呐，你爹不但不会拿我怎么样，还会埋怨你没用，没给永定府留后。郎中端来了一碗浓黑的汤药，若林强估计的不错，这应该是一碗催产汤药。他心中着急，长公主怎么还不来？我是长公主府的，长公主马上就要来拜访小侯爷和夫人，烦请您通传一声，早做准备。若是怠慢了公主，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小侯爷，有人来传话，长公主
马上要来拜访。长公主，长公主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？是不是你找人报的信？去通知小姐和老夫人，让他们快快梳洗打扮，准备迎接公主。找人好好看着夫人，就说她染了风寒，哦不，就说染了传染病，需要静养。夫人，刚才那个是侯爷吗？他怎么会变成了？怎么办呢？他要怪您喝药。小莲，以往都是他装出来的，现在才是他真正的样子，也怕会有人来救咱们的。林强，把门给我打开！若是再不开，我就要破门了。强强，我的确喜欢那姑娘，可哪个男人没有3妻4妾了？我已经和她断了，咱们好好过日子吧。刚才是吓唬你的，你害怕了吧？快开门，喝了这碗安胎药，别吓着孩子。来，把门给我撞开。长公主，林强，人人都知我对你呵护备至，就算是长公主也不能随便拆人姻缘。我说是你，就会放聪明一些，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若是惹得我不快，就算孩子有幸生下来，怎么养还是我说了算。我会在公主面前保全你的颜面，至于后面，我断然不会再和你生活在一起。你做好准备，准备好和离书，咱们好聚好散。自然。小莲，开门，我要和相公一起迎长公主。夫人，拜见长公主。强强身体不适，来迟了一会儿，还请长公主见谅。妹妹怀着身子，不用这么多礼。来人呐，看座。我都来了孟浦县好几日了，你就在这里，怎的不来见一面？怪我，相公好几日之前就要递拜帖，可我这身子不中用，走路都走不稳，就一直耽搁下来了。平日里，林强是仗着侯爷夫人的身份才能出席长公主的宴席，只是泛泛之交。怎么今日一见，他两人好像相熟许久的模样呢？哥哥，你行事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动作那么慢，还给他喂什么催产药？一脚下去，不比什么药都见效快呀！现下他被长公主领走了，他要是胡说八道可怎么办呢？小莲因为太生气，说话又急又快，声音还大。院中仆从面面相觑，原本以为侯府一家人都是和善的，没想到他们竟是这样的人，伪装的真好。让你胡说八道，若不是你带他出门，我怎么会这么被动？你竟然打我！要不是你今日和他外出，他也不会撞破你哥哥的事。刚才当着这么多仆从的面，你又口不择言，坏你哥哥名声，你倒是该打。是我把你惯坏了，让你看不懂眉高眼低。都把嘴给我闭好了，让我听到什么闲言碎语，小心把你们全部杖毙。你呀你，行事太过莽撞，还好今日我去得急，否则能不能护住你都两说呀。林强就将萧可的所作所为对长公主和盘托出。原本是簪缨世家，没想到却如此恬不知耻。你作何打算呢？他不会轻易和离的。最好的情况就是他松口休妻，到那时他还当他的永定侯府的小侯爷。倒是你呀，落得个下堂妻的名声，举步艰难，而且孩子他也一定不会给你的。瞧瞧咱们这小侯爷，我不过是拉着他夫人叙了这一会子旧，他就吃味儿了。京中谁人不知小侯爷爱重妻子？这今日一见，果真是名不虚传呢。长公主多思了，臣不过是担忧强强的身体。哦，当真是身体不舒服？的确是比在京中时要憔悴一些。数日未见了，这肚子也大得厉害，莫不是怀了双生子？我这次来孟浦县带了太医，你今晚随我回去，让太医给你诊诊脉，开个方子，好好的调理一下。长公主不必麻烦，我们也带了郎中。自强强怀了身子以来，都是他负责调理的。强强只是身子重，并无大碍，万不敢劳烦长公主替我们忧心。如今一见，长公主心头才确信，什么爱重妻子，不过是个薄情寡义的男人，让人心生厌恶。这民间的郎中，岂比得过京中太医？莫非小侯爷不信任本宫？长公主恕罪，臣绝无此意，只是过于担心那人罢了。小侯爷不必紧张，本宫初来此地，打算明日在本宫的船上宴请百官。明日小侯爷也携家眷一同前往，顺便便能将夫人一起领回来。林强有一事相求。长公主坐下听林强所求之事。你疯了，这是个非同小可。林强可代替家父做主，事成奉上白银100万两。100万两不是小数目，如今各地灾荒频发，急需银两赈灾。
虽和邻国签订了友好互市的条约，为百姓赢得喘息的机会，可他们一直在蠢蠢欲动，准备趁乱下手。100万两虽不能解决所有事儿，可至少能让很多人活下来。长公主到底松口，答了一声好。第2日，都起来吧。孟蒲县地方小，一时筹措不开地方招待各位大人，索性就拿我的船来充数。这就是一次普通宴席，不谈公事。各位不要光吃喝实在是没意思。既然咱们在河道上航行，不如比试钓鱼，谁钓上来的最多最大，便有赏。我最善垂钓，今日这赏怕是要落到我手里了。这可就说不准了。哼，上钩了！哎，多大一条鱼啊！是条大鱼，快来人帮帮忙！这不会是挂船上了吧？不可能，我刚才感觉到有鱼晃动了。有屁的鱼，不过是潜在水下的人抓着他的鱼线晃动罢了。你们抓好鱼竿，我探头看看。我刚才去如厕，看到有侍女端着托盘，托盘上面放着一只步摇，好看极了。我戴肯定好看。说是哥哥得了彩头，我定要讨要过来。又有一双隐在暗处的黑手推了一把，他直挺挺地栽了下去，落水了。哥哥，小侯爷，还等什么？快下去救啊！婉儿，你不是会水吗？快浮上来呀！老夫人，已经有人去救了，8成是腿脚抽筋使不上力，马上就能救下来，莫慌啊！抽筋儿个屁呀！从落水的那一刻，就有人在下面抓住了他的脚，拽着他往下沉。长公主权势通天，找2个擅长潜水的还不容易。萧可终于被打捞上来，萧强一掐大腿，哇的一下哭出了声。相公，你怎么样？你不是会水吗？怎的还会腿脚抽筋淹死在水里？长公主，求求你，快宣太医来给他诊治啊！婉儿，快醒来啊！你要是去了，可让我怎么活呀？他怎么这么没用啊？眼看都要得到彩头了，怎么就死了？是不是你串通长公主害死了我哥？你这个毒妇，你怎么就没死掉呢？来人呐，把他拿下！就是他害死我哥的。妹妹，你还是省省吧，这里有一个算一个，你指使得动吗？旁的不说，我可还怀着你哥的孩子呢，永定侯府的下一任小侯爷。来人，妹妹情绪激动，犯了疯病，赶紧把她送进房里，好生看管。唉，小侯爷人没了，这偌大的侯府，我得撑起来。安置完妹妹，就赶紧布置灵堂，要不了多久就会有人上门祭拜，咱不能让小侯爷走得不体面。姑娘，你还不懂现在侯府是谁当家吗？你消停一些吧，也省得吃苦。沈桃担心林强身体，余光一直关注着林强。不得不说，林强长出脑子后手段了得呀！夫人晕过去了，快把她抬到屋里去，请郎中。哎妈，再不晕，我真是装不下去了。来，快躺下，眼看郎中就来了，宾客还在外面，你可别穿帮啊。夫人之所以会晕倒，这是忧思过重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夫人还怀着孩子，万以身体为重啊。还忧思过重，我这是喜极攻心。萧可毕竟是侯爷，有爵位在身，要入祖坟的。你肚子这么大，莫非要扶棺回京送他下葬？还扶棺回京？扶个屁呀！他不配。若不是你指点我，我还发现不了他的鬼心思，说不准已经一尸两命了。既然你师父教你看妇人脉象，可否教了你接生之术？教了。那就好办了。我生产之前哪儿都不去，我就留在你身边，你身边是最安全的。至于萧可，我有办法。第4日，丧事结束。毒妇，我要杀了你！妹妹，这都好几天了，你怎么还没看清现实啊？你哥哥在长公主的宴席上落水，百官皆亲眼所见，可以作证这是意外。你胡乱攀咬我就算了，你还攀咬长公主，污她的名声。就算你是永定侯府的嫡出小姐，污蔑皇家的罪名，你也担待不起。你哥哥在与不在，对你有何影响？他靠祖上庇佑，得了个侯爷的名头，实际并无功名，也无官职，就是个闲散人。这样的他，是能保证你下入高门，还是能给你添大把的嫁妆，让你后半辈子过得衣食无忧？你心里明镜似的知道，都不能。他做不到的，我都可以做到。
圣上和长公主是异母同胞的亲姐弟，互相帮扶，感情深厚。得罪了长公主，就等同于得罪了圣上。你若是执意胡乱揣测，辱了长公主的名声，你这一辈子就毁了。谁敢娶一个被圣上厌弃的女人为妻？妹妹，你是聪明人，能想通的。我先去见见母亲，你若是想通了，就找人来通传一声，我这就给你送水送饭。为我田庄，让我风光大嫁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自然。好，现在就给我送水送饭，你说什么我都应。有了今日这番分析，萧莲是一个字都不会瞎说，她比谁都爱惜羽毛呢。至于给她添妆，当然可以添，但她若是一直缠绵病榻，身体柔弱不能自理，无人敢娶，嫁妆送不出去，那就别怪旁人了。你想让我死，那我必定不能让你好过。娘，我现下怀着萧可的骨肉，是她在这世上唯一的骨血呢。孩子要是好好的生出来，她就能袭爵。您是她的亲奶奶，她自然会好好对您。可若是这孩子生不下来，萧家旁支就会选出优秀子弟袭爵，到那时萧家才是真正的变了天呢。你这个前侯爷夫人的下场是什么样，还用我多说吗？所以咱们婆媳两个还是要好好相处。她也曾是高门贵女，后宅那些阴私手段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。与其让旁支袭爵，当然是萧可的亲生儿子更靠谱。等孩子生出来，去母留子，她的地位才稳固。强强说的哪里话？咱们本来就是一对好婆媳。老巫婆，你且等着吧。萧可的尸身还要运送回京城，葬入祖坟。儿媳我挺着肚子不太方便，要不就婆婆和小姑代劳。儿媳呀，我这身子你也看到了，恐是不行。再说你身边也要有长辈照料。既然如此，路途遥远，萧郎的尸身不宜久放，不如就地火化。来日咱们带着他的骨灰回京，再送入祖坟。你个毒妇，竟是要烧我儿尸身！那您要是不情愿，我只好亲自扶棺回京了。路上我若忧伤过度，就没有好的产婆，这一不小心死了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死不打紧，萧可就绝后了。你威胁我？我这是在和你商量。罢了，就依你吧。那婆母好好休息，我呀乏了，得回去睡一会儿。等你生产那天，林强直接收拾行囊，带了几个丫鬟仆妇去黑风寨住了。走之前还下了一道令，好好保护宅子。萧可是怎么对他的，他原封不动地回到了他娘和他妹妹身上。肚子已经这么大了，你就算不吃东西，只会饿着自己，也不耽误孩子从母体吸收营养。那怎么办？郎中和产婆都说我危险得很。我小时候家里有个姨娘，就是难产死的，她的惨样我到现在都还记得。不要怕，不是还有我吗？我说了，我精通女子生产，我可不是骗你的。就算你这孩子再大，我也保证你能顺利生下来。见林强还是不信，沈桃干脆把翠兰叫过来。翠兰，把腹部伤口给林掌柜看看。有啥不好意思的呀？咱们都是女人，你长了我们也长了，何况只是看伤口，又不是让你全脱。怎么这么大的疤？我之所以认识东家，是因为难产，夫家把我抬到郎中门口，郎中也无计可施，我眼看却快没命了，多亏了东家为我剖腹取子，我才能活下来。剖腹取子，把肚子割开，把孩子拿出来，人还能活？能啊，当然能。不只是我，你来山上的这么多天，你见过冯公子吧？他腹中有疾，也是我们东家剖腹治好的。你们东家一共剖过几个？不会是剖了100个才活了你们俩吧？我们不是侥幸，是东家厉害，一共就剖了我们2个，全活了。不仅活着，还什么都不耽误。东家说呀，我生子3年后还能再怀呢。你还真是有勇气，还生。我怀这一个都见识到了男人的真面目，我要是再找男人生孩子，我就是狗。不管林强是相信了还是看开了，总之后面一段时间他乐观不少。他还偷偷的哭，边哭边写遗书，有写给他爹的，还有写给未来孩子的，还有安排家中财产的，估摸着是1毛都没给永定和府留，日子还是不留情面的溜走了。小莲，陪我到雪地里走走，也不知道有没有下次了。小莲，我好像尿裤子了。什么尿裤子啊？这是羊水破了，要生了，孩子太大了出不来。夫人，你再用点力，吸气，吸气。哎呦，怎么办呢？这还是不行啊！哎，快给夫人喂点糖水，这都没劲儿了。夫人呐，再用把力气。我林强没让坏男人害死，也不能死在生产的时候。快去外面找郎中要碗参汤，绝对不能晕过去，那就更生不出来了。
沈桃已经准备介入了，她担心林强再生不出来，身体受损不说，孩子也会因为缺氧伤了脑子。我要进去给你家夫人接生，接生的过程中，你守好这个门，绝对不能让任何人进来。我用的是独门秘技，你家夫人不会叫，你不用担心。记住我的话，守好门。我们出去了，谁给他接生啊？你莫非要害死他？哎呀，别闹了，你快出去吧！你一个没嫁人的姑娘，就别跟着添乱了。你们都出去，让他留下。放心，有我。沈桃快速开始手术，手术终于完成。恭喜宿主完成手术，手术判定成功。本次奖励系统升级，请宿主尽快离开手术室。1级手术室将升级为2级手术室，用时2天，2天内无法启动系统。2级手术室将提供自动清理消毒功能。哎呀妈！沈桃听到这个奖励都快哭了。以往她用手术室还要趁没人的时候回去，上蹿下跳的收拾好久，终于要升级了。此时距离她进入手术室已经过去1个时辰了。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动静啊？生没生呢？沈掌柜说了不让打扰，应该没事的。我家夫人肯定能顺利生下孩子。沈桃手里这小宝贝不哭，眼睛睁开四处乱看。沈桃照着他的小屁股拍了一巴掌，呼声嘹亮：生了，顺利生出来了！我真的生出来了，快让我抱抱！哎，你是剖腹生子，肚子上还有伤口，躺着不要动。我把孩子抱给你看，是个男孩，长得像你。剖腹我还没死，我可真命大。哪是你命大呀？那是我技术好，我说了会让你顺利产子，肯定会信守诺言。对，你说的对，你技术好。他好丑啊，而且好脏，身上白的是什么？孩子还没长开，自然丑，养一养就好看了。那不是脏，那叫胎脂，你不用管，他自己就会吸收。别急着洗，寨子里温度太低。行吧，不洗就不洗，还好是个男孩，这要是个女孩，丑成这样就难办了。我困了，我再睡会儿。哎，别睡，你生产时被褥都被汗浸透了，等会儿我让人给你换被褥，给你周围打理干净再睡。我不，我就这么睡。我肚子上还有个大口子，你们别随便动我，我肠子流出来给你看的。我给你缝上了，流不出来。你就像缝衣服似的，把我肚子缝上了，要不要这么草率啊？那咋整啊？我总不好弄点草给你编上吧？这回轮到林强无语了。我现在呀，真像一扇猪肉啊！翠兰是剖腹产，产后怎么护理最是清楚。沈桃怕她忘了，又细细交代了一遍。至于按肚子排污血，她是说啥都不敢，说怕把林强给摁死。沈桃只好自己上手，把林强摁得吱哇乱叫。古人的身体从未用过西药，所以对药效格外敏感，而且生命力也很顽强。所以沈桃把消炎止血的药碾成了面儿，化成水，喂给林强喝，也省得打吊针了。林强从养胎到生产，在黑风寨住了小20天。他这边处处妥帖，倒是关萧家母女的小院儿闹得人仰马翻。萧母弟 N 次站到大门口，提出要出门的要求。让我出去！少夫人临走时说了，这院子连只苍蝇都不能飞出去。他只说不能飞出苍蝇，我是人，放我出去没事儿。夫人，你就别为难我们了。我是侯府的夫人，你们是侯府养的下人，你是反了是吗？护卫在想，那块云好像一匹马哎，越看越像呢。那块像只老鹰，哎，还有兔子。你就给我吃这，喂狗狗都不吃。期间萧母一直在咒骂，说林强是贱人，说回了京城一定宣扬的人尽皆知，让世人都知道他的丑恶嘴脸。好希望少夫人毒哑他，好聒噪。算了，等晚饭吧。可到了晚饭的点儿，还是没人来送饭。夫人，您这2天火大，该吃点稀的清清脾胃。既然您不喜欢，我们也就没准备。您要是饿了，要不去小姐那里吃些，总不好和我们下人吃一样的吧？这群狗东西竟敢不给我饭吃，等回了京城，看我怎么收拾他们。灵儿，我今晚就和你凑合一起吃吧。娘，这些刚刚够我吃呢。你不给我吃？哎，娘啊，你没看出来吗？林强就是想让咱们服软。咱们现在困在这里出不去，处处都要仰仗他。只要不闹，他好吃好喝的管着咱们。你要是闹，你瞧瞧，现在连饭都没了吧？
我今天要是把饭分给您，我明日就会少，再分给您再少，最后我也就没吃没喝了。我就问你，你今天到底给不给我吃东西？娘，你没饭吃还不是怪你自己吗？你第一次去门口呢，你3菜变俩，后来2个变1个，1个变素菜，素菜变咸菜，后来咸菜也没了，只有稀汤。我上次给你分了1盘肉，第2天我的菜量就变小了，只够我吃饱。我今天若是再分给你，明天量又变少，我和你都要饿肚子，咱还不知道要在这鬼地方待多久。我要是也没饭，那不得饿死啊！好，这就是我养的好女儿。哎呀，娘，好好巴结林强不好吗？他有钱，咱跟着他能吃香的喝辣的，好好听他的，他还能给我田庄呢。你们又不能给我田。林强这一招玩的可真好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长此以往，再坚固的感情都给你干崩了。林强生产后的第10天就恢复的挺好了。林掌柜，你家派人捎口信来了，他说你爹正在路上，再有2日就到平县了。快看看我现在是不是憔悴，我得好好装扮一下，可不能让我爹看了担心。好看着呢，你若是不放心，我这就下山给你买上2套漂亮衣裳，再添些首饰，保证你见到你爹的时候啊，红光满面。那好吧，切记，我现在刚死了老公，别弄那些大红大绿的，免得被人找到漏洞再编排我。好，保证办得稳妥。沈桃当真抽功夫下了趟山，去了周记布庄。劳烦掌柜给我挑2件上好的衣服，素色为主，料子自然要最好的。沈掌柜，那边架子上挂的是销量最好的衣服套装，这边的是刚设计出来还未放到市面上的，您相中哪件随便拿。沈桃想付钱，却被掌柜拦住了。哎，不过2件衣裳还要沈掌柜付钱，要是让东家知道，反倒要训斥我不懂事。只希望以后有生意和门路，沈姑娘不要忘记我们周记布庄，提携我们一把。沈桃也不推脱，带着衣服走了，又去了船厂首饰铺。沈桃又零元购了几种首饰。等回到黑风寨，林强难得夸赞沈桃眼光好，挑选的东西有品位，还塞给他了几百两银票。有钱拿，沈桃当然不会推举。这一趟腿跑的那是血赚呢。2日后，林强的老爹林老爷子到了黑风寨。长得真像你小时候。我小时候才没他那么丑呢。啥？你小时候比他还丑，刚生出来小小一个，皱巴巴的，一直养到3岁才看出点漂亮模样。小可的母亲和妹妹，你打算怎么处置啊？用不用我找一些人？不可，萧可在众目睽睽之下落水，倒没起什么流言，说此时他母亲和妹妹再遭遇不测，流言一起，我这侯府当家人的身份定遭人质疑。爹，您放心，我会养着他们，也会日日挑拨他们，保准他们无法拧成一条绳，翻不出新花样。你长大了，有手段自保，爹就放心了。都说咱们商人重利是最低贱的职业，可这高门大户里的阿杂事儿也不少，竟是能吃人。你往后定要小心谨慎，有事及时与爹传信，咱们一同商议对策。爹，您这次能小住些时日吧？爹年纪大了，膝下只有你一个女儿，也有遗憾。前几日我纳了一房妾室，现在已经怀上了。不过你放心，就算是生了儿子，爹也不会把家业全部留给他。有一日我要是死了，林家你们一人一半，只是他尚年幼，你多照看一些。林父在山上只住了1日就打算离开。沈桃给林强做剖腹产的事儿他也知道了，他偷偷的给沈桃塞了500两金子作为回礼。沈姑娘乃真性情，老夫感谢你救了强儿。我家中妾室也怀了身子，等快生的时候，还请沈姑娘来家里做客。你爹行啊，老当益壮啊，这岁数了还追生儿子呢。老爹就那一个心愿，随他去吧。长公主刚回到府邸，圣上身边的张内侍就亲自登门传信。长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，
此行事情可都办妥了？自然是办妥了。不过我刚一到京，你就让张内侍宣我进宫，是不是太急了？宰相狡猾，四处安插眼线。我拿到罪证的消息，他恐怕也知道了。想必明日早朝，他会先咱们一步弹劾，交出罪证。他查实有功，借着这个功劳，他怕是要顺势推举一位心腹，坐上工部尚书这个位置。咱们忙碌了这么久，就是为了把他的人踢出局。他倒是想要反将咱们义军。这老东西狡猾，我必不会让他如意。我着急宣长姐进宫，有2件事。第一件，即刻把罪证送往刑部，打他一个措手不及，坏他布局。其二，我得了一件宝贝，邀长姐一观。莫不是美人儿？这小子终于知道美人香软了，那必须得好好查查。这若是祸乱君主之辈，就赶紧拖下去斩了。若只是寻常女子，养便养了，也不是啥大事。怎的现在看着御花园，他有点秃啊？长姐你瞧，这可是朕的万里河山。就那么一片灰呛呛的土地，稀稀疏疏的长了几根苗苗，你就敢跟我吹这是万里河山？你当我跟你后宫的嫔妃一样，没见过万里河山吗？长姐，你快来看。这有何好看的？皇帝什么时候迷上种地了？你若是要种，何苦要拔了御花园里的名花呢？你不懂，长姐，这可是楚州刺史快马加鞭送来的好东西。这种叫土豆，这种叫玉米，这种叫地瓜，还有高产小麦。这些东西不仅利于储存，而且产量极高，比咱们现在种植的作物产量高1倍不止。若是培育成功，我大越皇朝的子民再不用挨饿。你说这是不是朕的万里河山？这土豆、玉米产量这么高吗？莫不是楚州刺史王长顺要邀功，哄骗你的？长姐，王长顺这人你可能了解不多，他这人正直的要命。你猜他拿这些种子换什么？他想要回京任职？不，他要以种子换楚州今年减免30%税粮。嚯，30%税粮，他口气倒是大得很呐。进献种子的人十分用心，还奉上了一本书册，将如何种植、如何储存、怎么吃都写得清清楚楚。长姐，你这次去了孟浦县、平县与其毗邻，你可去了？这土豆、玉米等作物正是平县一位叫沈桃的女子进贡，就在几月之前，她还改进了屈原礼。竟然是她！长姐，你知道她？我听闻平县出了一位奇女子，就派人去打探。她在孟浦县码头开了一个平县特产的铺子，卖的东西千奇百怪，而且还组织码头的商户去平县观看了一场匠人比试大会。此场大会，他和商户双赢，都说奸商。有这么好的种子，他大可以自己耕种，来年卖个好价钱。倒是没成想，他心中有大义，主动奉上精心培育的种子。这暂且不说楚州刺史王长顺的条件，咱答不答应？倒是这沈桃必须要讲，还要讲得张扬，最好是敲锣打鼓，人尽皆知。这百姓知道您是明君，定会涌现出一批能人志士，护我河山。长姐，奖赏这事儿急不来，讲了他沈桃，王长顺就会顺杆子往上爬，继续上折子要减税粮。他楚州苦，难道边关守卫的军人不苦？其他遭灾等着赈济的百姓不苦？前2天东边接连大雪，积雪埋过膝盖，把百姓的房屋压塌了不少。他们不苦，给他开了先河，其他刺史还不跑到朕这儿来撒泼打滚？王长顺那边你要怎么回呀？不回，等暖棚里的土豆、玉米结出来再说，大不了收上来的税粮再给他退回去30%。此时的沈桃正忙着打包货物。虽然说你叫我，你瞧瞧，哪里还需要修改？你要投资我，每年还要包揽我平县30%货物销往全国。我们平县待改造的地方多了，你这投资一时半刻见不到回报的。这点银子对我来说都是小意思，虽然短期看不到成效，但从长远角度讲，
我能源源不断的分红，这点眼光我还是有的。端看你愿不愿意让我赚这个钱喽。沈桃思索良久，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，又按了手印。我虽还没出月子，可不耽误走路下床。我打算和小莲回了，你这边要是忙不过来，就通知我，我派几个得力干将来帮衬你。那好吧，什么时候走？我送你。明早就走。你还是忙你的吧，不用顾我，我有空了就来平县看你。林强抱着孩子回到了孟浦县的宅邸。你这个小贱人还活着回来了，孩子呢？房间打扫干净了吗？我累了，睡一会儿。你们好生照看孩子，再分派几个人收拾东西，咱们明日启程回京。那是萧可的孩子，让我看看孩子。嫂嫂回来了呀！呀，这就是我的小外甥吧？快让我看看。人在外面也没带多少好东西，这金钗全当是我给小外甥的见面礼吧。少夫人在平县看到这些首饰，觉得很配小姐呢，特意买来送给小姐。啊，谢谢嫂嫂。嫂嫂，好看吗？自然是极配你的了。妹妹，我身子乏了，先进去休息一会儿。明日咱们启程回京，妹妹叫2个婆子帮你收拾一下。那意思就是萧母想要回京，那得自己打包。萧母气得面红耳赤，一点小恩小惠就把你收买了，你是不是疯了呀？那女人都快把侯府给吞了，你还看不清形势？娘，你到底讲不讲理啊？你莫不是嫉妒嫂嫂给我带东西，没给你带？你还嫉妒嫂子让婆子帮我收拾东西，不帮你收拾东西？可闹成现在这样，怪谁呢？你就不能对嫂嫂好一点吗？都是一家人。我叫你一家人。娘，认清现实吧，我不是还要养着你过活的小孩子，我知道谁对我好，谁对我不好。你若是再打我，你可就别怪我往后不孝敬你。这就是我养的好女儿啊！哼，审时度势啊，这不是您教我的吗？马车晃悠的来到了陈木头家门口。东家，您来了。最近怎么样？管得还顺手吗？顺手着呢，现在第2期木匠学堂都开起来了。第1期就结束了，时间这么短，只学了个皮毛吧？第1期没结束，第1期我爹在教，第2期是我2师兄张琪教他们基本功。旁的不说，就第1期的赵家几兄弟，还有李二娃、孙有良，这都顶了大用了，每家都不少赚呢。现在活儿越来越多，村里人又催，干脆开了第2期，2期同时开，还有不少外村人来学呢。我刚才看到地里有人，好像在丈量土地，是县衙的人吗？要重新量地？我听旁人说，那是李二娃家要卖地呢。李二娃家为啥要卖地啊？嗨，李二娃他爹呀，前阵子上山掉到了猎户挖的陷阱里了，把腿摔断了，听说落了病，以后都干不了农活了。他家就李二娃一个男娃，他也才13、14岁，凭他一个也种不下这么多的地。他娘想着李二娃有手艺，比种地还赚银子呢，就想把家里的地卖了。旁人没起卖地的心思吧？咋没有啊？我听说卖干菜的村子有地主收地，给的价格不错呢，不少人都动了心思呢。就连我们广河村被李二娃的娘一鼓动，都有不少人想卖地呢。鼓动？李二娃的娘咋说的？我家3亩多地，辛辛苦苦一整年，大半粮食都顶了税粮，手里呀根本就剩不下。现在二娃做点木匠活儿也不用交税，赚的银子都是实打实落入口袋，多美呀！不行，你们也把地卖了吧，专心做活赚钱，以后去县城买个房子当人上人。广河村的赵爷家也不太平。爹，你就放我出去吧，买李二娃家地的人马上就走了，再把人家请回来，人家不见得乐意再跑一趟。爹，李二娃家都能卖地，我咋就不能卖啊？放屁！咱们是农民，世代守着土地过活，我给你们买地分家，我容易吗？我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地，你说卖就卖？没地你吃啥？没地你喝啥？没吃没喝，你还臭美啥？爹，您知道上个月老大靠做木匠活赚了多少银子吗？5两，一个月就赚了5两，一整年就是60两啊！咱们辛辛苦苦种地，一年也就落个吃喝，哪能赚到60两啊？卖了地专心干1年，说不准赚的更多呢。我知道您舍不得地，可您也要看清现在这世道呀。我就知道是你们这些无知妇人在背后挑唆。爹，不是他挑唆，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。爹，我的地肥，人家给的价高，能卖到12两半1亩呢。就算你今天把我们关在家里，难不成你还能关我一辈子？我这地卖定了。管不了你们了，我真是管不了你们了。你们想过没有，若是遇到荒年，就算你手里握着银子也买不到粮，还是地里有地心不慌。
说无荒年，咱有银子可以买粮；说遇荒年，就算有地也是颗粒无收，还不如兜里揣着银子靠谱呢。滚滚滚！看着你们就心烦。爹，那我们先走了。您老别气了，小心气坏身子。哎呦，老头子，你怎么了？你们还走什么呀？赶紧去叫郎中啊！你们这些不孝子，真的是要气死你爹才肯罢休吗？哭啥嘞？我这不没死吗？留着点气儿，等我死了再给我哭丧。老头子，你醒了？你咋回事啊？你可别吓死我了。嘘，小声点儿，别被人听到。我是装病的，就是想拖住他们，不让他们卖地。一会儿你给我打掩护，别穿帮了。好，只要你没病，啥都好。哎呀，大叔，可下寻到您了，快和我去看看我爹，他病倒了。你爹病了？前2天见他身体还挺硬朗着呢。大叔，快点，再快点！老赵，你这是咋了？都让开点，我给他把脉。老赵头脉搏强劲，根本不像生病的样，这是闹什么幺蛾子？说说咋回事，不说清事情原委，没法对症下药。哎呦，这还不是儿子不听话呀！老头子辛苦一辈子攒下的地，他们非要卖，老头子一气之下就病倒了。你爹这是气急攻心，我给他开2副药，你们按时喂他吃下，看情况晚间应该能醒，再不能气他了。若是再给气晕，大罗神仙也救不回来了。是，我们不气他。大叔，你快给开药。走吧，和我回家，我给他抓药。晚间赵爷果真醒了。人老了，不中用了。和你们说别卖地，你们总觉得我坑你。行吧，你们去卖吧，不用管我老头子的死活，反正我也老了，活不了几日了。哎，爹，我听您的，我不卖地了还不行吗？您好好活，争取长命100岁。沈桃和陈宁交代了要办扫盲学堂的事儿。东家，这事儿是好事儿，我担心未必有人去学呀。现在正是忙的时候，家家都想多赚2个银子，他是不愿意学那老大难的东西。你只管把消息散出去，不拘男女都可以来学。现如今处处都学识字的人，若是有远见，自然会去学，为自己搏个前程出路。不来学的人，咱们也不必强求。对了，你还要散个消息出去，从今天开始，无故售卖土地的村民，木匠联盟不再与他合作。你们学堂也要做好准备，准备开女子班。陈宁倒是能理解开女子班，可他却不理解为何不让村民卖地，卖了地不能更好的干活赚钱吗？沈桃看他面色变来变去的，就把其中深意讲给他听。做木匠虽然辛苦，但咱们女人吃苦耐劳也干得了。你看，你不就干得挺好吗？农忙时，男人下地干活，女人做木匠活，一家2种收入，能赚更多的银子。村里人可能会抵触，认为女人不该出来干活，这压力希望你能顶得住。放心吧，东家，这全是为了广河村的人好，这压力我必须扛住，而且我已经想好要从哪儿入手了。沈桃离开广河村，又往其他村子赶。沈桃所有的生意里，就属木匠活需要出大力，其他活女人都能干，所以动员起别的村要容易得多。联盟管事人大多通透实理，也纷纷做出保证，一定会劝阻村民卖地。若是他们没有理由硬要卖地，那么从今往后生意他们是别想沾边了。沈姑娘来了，快坐下，我们这边马上完事。哎呀，本官最近真是辛苦啊，忙起来都忘了吃茶点，肚子咕噜噜叫，感觉我最近都瘦了。徐大人日理万机，看着的确清减不少。公事要紧，大人的身子更要紧，只有身体健康，平县才有更好的未来。沈姑娘今日来，所谓何事啊？沈桃把地主去村里买地的事儿和盘托出。这些人就见不得平县好，在我眼皮子底下玩小动作。大人，我已经通知手下的7个联盟，要是村民无故卖地，就不带他们做生意。可村民只从自己利益出发，种田辛苦还要交税，现在有了其他门路赚银子，他们肯定会动心思。要是价给的高，他们会寻求各种各样的理由卖地。哼，这好办。你当上面那位每日什么都不干呢？这层面人家早就想到了。哦，怎么说？
圣上15岁登基，他登基的第3年，景兰州、冀州、黔州大旱，整整1年滴雨未落，又遇蝗灾，庄稼颗粒无收。夏日还有野果、野草、树皮尚能续命，可过了秋收，一日冷过一日，万物凋零，百姓食不果腹，只能售卖田地以求自保。商人低价收地，反手又哄抬粮价，大发国难财。那怎么解决的呢？来年百姓无地可种，又没钱买粮，怎么过活呀？要不说圣上还是圣上呢，他先是调集粮食，送往灾区赈济灾民，反手又下了道政令，商人在此时购地要补交土地购置税，充盈国库。盘算下来，地比平常年景更贵，没买的商人地主都打了退堂鼓，已经买了，要么自认倒霉补交土地购置税，要么土地还民。商人不服啊，联名上告，其中还包括几个世家和官员。但凡有钱人家，谁没点子阿杂事啊？强抢民女，贿赂官员，杀人害命，考场作弊。圣上从官员和世家下手，搜集罪证，抄家的抄家，流放的流放。至此，所有人都看出来，圣上铁了心要实施政令，再无人敢反驳。为防止此类事件频发，圣上专门给县令赋予了一项权利，一旦发现大批量买卖土地，可以随时将这条政令搬出来用。我给你算算，按今年的年景，1亩肥田要卖到12两。施行政令后，商人买这亩肥田要出22两，12两是给村民的，另外10两是上缴国家的土地购置税。沈涛听完，恨不得给当今圣上点个赞，给他老人家磕个头。转念又一想，若是像李二娃家这样确实无人种地，要是不卖，这地不就荒了吗？沈涛直接问出来：你能想到的，圣上难道想不到？若遇到有实际需求的人，里长作保，就无需交土地购置税。放心，我明日就重启这道政令，保证奸商地主没有空子钻。沈涛这才放心，甚至为圣上的英明决策感到骄傲。这皇帝有那么一点点优秀哈。沈涛马不停蹄地去了黑风戏楼。演完小燕子传奇后，这铺面一直空着，干脆改成扫盲学堂。这铺面是冯明的，沈涛也不好意思一直占他便宜，就想买下来。这铺面是我娘的嫁妆，我娘未必肯卖。咋？和我见外？这1年你教会我多少东西？就用一间空着的铺面，我还管你要钱？我还是不是人？要不再给我加20两？至于教书的夫子，沈涛也有了心仪的人选，谢岩他爹。他学问没多高，但教人识字还是没问题的。您怎么来了？老头子，快别发呆了，你看看谁来看你了。东家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谢言说你都快忙死了。东家，你来就来了，怎么还带东西啊？这是干什么呀？你对老朽有救命之恩，老朽受不起呀。我今天来是想请您教书的。我教书？不行，老朽算个账还行。哎呀，现在算账也不利落了，咋还能教书啊？这不是害了孩子吗？不是教孩子，是教大人。教大人我就更不行了，那些学子哪个不比老夫强啊？感谢东家抬爱，我真教不了。我们生意干得风风火火，着实需要一些识字的人，可他们都是大老粗，扁担倒了都不知道是个一。我就是想请您教他们认字，别和商人签合约，却连合约上的字都不认识，再让人坑骗了。谢父听了沈涛的解释，这才放下心，接受邀约。人家还拍着胸脯保证干好，而且不收工钱。那可不行，我也不知道该给您多少银子合适，就按照您在外面给人当账房先生的工钱定。正好谢岩在山上，每个月可以帮你把工钱领回来。现下是冬季，教课的时间就定在上午1堂，下午1堂，方便他们选合适的时间来上。到了农忙时，教课时间就要挪到晚上。您老要是担心走夜路，就帮我把冬季撑下来，等到农忙时再说。不怕那些，总不好吃饭噎到，一辈子就不吃饭了吧？老头子我没那么娇气。
沈桃这边与谢父沟通好，就差人去各个村子传信儿。哎呀，宁丫头，这大冷天的，把大家叫出来干啥呀？有几件事要宣布一下。第一，从今天开始，若是无故卖地，木匠联盟将再不和他合作。第二，平县原本的黑风戏楼现在改成了14学堂，免费教大家认字，每天上午一堂，下午一堂，大家可以抽时间去学。第三，木匠学堂将加开女子班，由我来授课。若有女子想学木匠技术，可以来报名，50文的学费免了。前面2期的铜板我可以退回，学员有空过来领一下。凭啥不让我们卖地呢？现在有木匠活的营生可以做，根本就没有必要再种地。投拱地的忙1年，连一半的收成都留不下，有伺候地的功夫，还不如多做点木匠活换钱呢。宁丫头，我家地卖在先，你说在后面，你不会不给我家二娃活干了吧？这个不中啊！我家地已经卖了，要是不让二娃做木匠活，那不是要逼死我们家吗？做木匠都是体力活，我们女人哪干得来啊？就是啊，想一出是一出，从古至今哪有让女人出去干活顶门立户的？这说出去都是十里八乡的笑话。反正谁爱去谁去，我是不去。陈宁本以为开女子木匠班这事儿会是男人先跳脚，毕竟女人能赚钱，话语权就高了，他们在家里的地位会受到威胁。可万万没想到，男人们一句话都没说，倒是女人先坐不住了。吵什么吵？北爹，你这病还没好利索，你咋就出来了？吵什么吵？今日县衙召集李正过去，发了这么个纸过来，知道上面写的什么吗？少爷，您就别卖关子了，写的啥呀？写的啥？写的就是不让卖地，从今天开始，买地的人要收土地购置税，你们一个个赚点银子就忘本了，就闹着要卖地，我还不知道你们咋想的？不就是看木匠活赚钱，就瞧不起这土营生了吗？想着卖地就卖地，等以后有银子可以把地买回来。你们短视啊！这年景谁有大把的银子买地呀？还不是地主和商人。等土地都到他们手上，你想买回来难上加难。一旦遇到个天灾人祸，他们就高价买粮。你手里的银子够买多少啊？等银子花光了，又没了地，来年一家人吃啥喝啥，我怎么劝都不管用。现在好了，县衙颁布了政令，我看你们把地卖给谁去？爹，是我鬼迷心窍了，我不卖地，我保证不卖地，我们也不卖了。丫头，你继续说你的事儿，我岁数大了，走了这一路也乏了，今日就不帮你检查货品，我跟你告个假。赵爷身体要紧，您好好休息，什么时候好了，什么时候再来。谁说女人不能干木匠活啊？你瞅人家宁丫头怎么就行了？宁丫头比我岁数还小呢，她都有把子力气，旁的娘们儿怎么就不行了？等来年农忙，男人下地干活，这木匠活谁干呢？这银子不赚了，我看那女子木匠学堂就极好的呢。等我学会了，我家大宝去地里干活，我就在家里干木匠，这2份银子我家都能赚到，还什么抛头露面？你就在家里干活，抛哪门子的头啊？张石头婆娘和冯大宝婆娘之所以帮陈宁说话，那是因为陈宁提前去找过他们。陈宁早就发话了，冯大宝和张石头永不录用，可木匠活着实赚钱。就拿孙有良来说吧，他之前连套工具都买不起，还要管别人借，没干2月，人家自己攒钱买了一套。前阵子还带着他家妮子去县城瞧病了，孙家隔几天就要炖上一次肉，这说明人家赚到钱了呀。看得张石头婆娘和冯大宝婆娘直眼热。现在陈宁亲自找到他们，对他俩承诺说那些事儿与他们无关，他俩可以学木匠手艺，可以接活，可以赚这个钱。女子学堂单独开，干活也是在家里干，不算抛头露面。若是我家婆娘愿意来学，我同意。就是的，她愿意学门手艺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不过须臾就有10多个人报了名。大叔，您替我婶儿报名，我婶儿能同意吗？若是她不来怎么办呢？放心吧，她肯定来，就是不来我也把她拎来。名单我已经写下了，劳烦大家回去互相转告一声，晚上开课前报名都算数的。女子力气小，有的人确实不适合干这个，我就不要求大家现在准备工具，咱就说万一不适合，到时候工具处理不出去，能借的呢大家今晚就先借一下，若觉得能接受能干再买工具不迟。别走啊，
还有14学堂的事儿呢。你想去学，给我个准话啊！都过了半辈子了，不识字也不影响吃喝，学那玩意儿呢？就是的，你去找别人吧，我可学不了啊。家里不是还有孩子呢吗？学也不要银子，挣个字也是好的。我回去问问我家皮猴，他要是愿意，我就让他去。宁丫头啊，刚才你说卖地的不让做木匠生意了，婶子也是糊涂，把地卖了，你还让我们二娃干这个吗？婶子，你家那是特殊情况，地不卖也没人种不是？放心吧，二娃是个好样的，还善于钻研，是个好苗子。婶子，你家二娃干得好，要不让他抽空去上识字班？哎呦，这县城远，这一来一回就浪费好些时间呢，这不耽误干活赚银子吗？再说了，他是个坐不住的，去了也白学。这样啊，哎呦，可惜，太可惜了啊！可惜啥呀，宁丫头？二娃是个有天分的，只要认真学，他以后的造诣肯定低不了。这要是他自己顶门立户做生意，连个字也不认识，岂不是让人家蒙骗？不过没事儿，还有我们呢。二娃不认字，也可以跟着我们干一辈子嘛，绝不亏待他。陈儿的家具是他婆娘的陪嫁。可不是嘛，送来好几车呢，我亲眼看到的。陈宁快被这些不服管的婶子气坏了。1个时辰的授课时间，他们有大半都在聊东家长西家短，手里拿着一把砍刀，照着一个小板凳就劈了过去。只听啪的一声，小板凳4分5裂。宁丫头，你别这样嘛，我有点怕。我不说话了，我认真学。有良叔，谢谢你啊。宁丫头，是我该谢谢你。若不是你帮衬，我现在还在苦海里挣扎，这个冬天都不知道要怎么过呢。现在上学堂的50文钱我已经退回去了，你自然不用再帮我打扫屋子，你回吧，我收拾就行。这也不累，一点小事，我帮你收拾收拾。原本陈宁对广河村的人都死心了，有利图时个个削尖了脑袋往里钻，没利可图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现在看孙有良知恩图报的模样，他又觉得有些事是值得的。东家给他的书里写了，这就叫制衡之道。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到了上课时间只来了9个人，里面还有4个是妇人，看岁数都不小了。我叫谢广志，是你们的夫子，教你们认些简单的字。你们也都自我介绍一下，说说叫什么，来自哪个村子，为何要来识字。从你先说吧，大胆点，让我们认识你。我叫李二娃，我是广河村的，跟着木匠联盟干。我娘让我来认字的，她说我以后要是当了木匠大掌柜，连个字都不认识，保准让人给骗了。人家不仅骗我，还会背地里叫我傻子呢。众人哄堂大笑。你们笑啥？我娘就是这么说的。我本来不乐意，后来宁姐跟我说，好的木匠手艺都写在书里，我要是不认字儿，我就学不到最好的手艺。李二娃，好志向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学好。下一位。我是秦桥村的，我叫杨武。我们村有个美食联盟，他们都不认识字，要从外面请人来管事。我想当管事，所以我来认字了。你先说。你先说。我叫胡四妹，这是我姐姐胡大妹、胡二妹、胡三妹，我们就是平县的，在制陶坊干活。人家会写字会画画的，在茶器上面随便搞一搞，画一个能拿5文钱，我们只能打点零工，干点杂活。我不服，所以啊，我带姐姐们来认字，回头也要在茶器上面写字画画，赚更多的银子。好志向。咱们今天先学点简单的，从笔画开始。姐姐，你也是来偷听的吗？我像是偷听的人？像。那你俩也是来偷听的？别让里面的夫子发现，该把我们赶走了哦。姐姐，你干啥呀？这里是免费学的，要听你就进去大大方方的听呗。进来吧，进来吧。夫子，这么小的孩子也能来吗？当然可以呀。
教一个也是教，教一群也是教，只不过咱们这是识字班，不会教什么高深道理，最多就是识些字。那我明天把我家娃也带来行不啊？我也不求他懂大道理，认字就行。好，带来吧。来接咱们的马车呀，还要半个时辰才能到。你们等我一会儿，我去买点东西。我也出去一趟。这个小伙子，这跑啥跑啊？到底是谁家的姑娘？咱们天天在这儿也见不到旁的姑娘，他能相上谁呀？莫不是咱们铺子旁边那个狐妹子江平？哎呦，那可不行啊！大山还没娶过亲呢，她却是个寡妇。这正经寡妇也行啊，可她天天和客人眉来眼去的，谁来都能摸她一把。我上次还听她和客人调笑，让晚上去她家呢。大山要是找了她呀，那可是要吃亏的。哎，那个狐妹子是不是还没关门呢？我要去撕破她的脸，让她在四处乱勾搭。敢祸害黑风寨的小伙子，他可真是吃了豹子胆了。哎呦，我的好姐姐，你可别这么鲁莽，不是江平，是咱们寨子里的。咱们寨子里的，我都碰见多少次了，每次寨子里来车，大山就跑过去和人家拉话，把全寨子里的人都问一遍。其实啊，他就是想打听他喜欢的那个姑娘。有一回人家给他捎来个东西，这傻小子笑了一整天。哟，谁呀？寨子里面和大山年岁相当还没出嫁的姑娘，蒋家姐妹桃儿。大山和蒋家姐妹也没怎么说过话呀，莫非是桃儿？哎，这个臭小子，他可真敢想啊！桃儿可是富贵命，还被圣上赏赐过呢，以后是要配个金尊玉贵的人的。大山怎么敢？姐姐还是妹妹？这个呀，还真不知道。大山喜欢的是柔柔弱弱的姐姐蒋盼，而喜欢小辣椒蒋昭的另有他人，正是山脚下摆摊的大奎。还不快去买东西，马车眼看就来了。哦，这就去。蒋昭，大山哥，有事吗？这个给姐夫。隔日，大奎哥，你等会再洗吧，水太冰了，我去烧些热水兑。不用了，你去帮大山吧。大奎哥咋了？平时对他挺照顾的，他以为有些事心照不宣，不用多说。这看来自己多心了呀。他奶奶个腿的，男人的心思真难猜。你去烧水吧，给大山兑上。大山又是大山，提什么大山啊？臭男人真扫兴。大奎控制不住自己，眼神一直追着大山和蒋昭跑，直到他看见大山红着脸去找蒋盼说话，他的气愤值达到了顶点。这大山吃着碗里的还看着锅里的，有了蒋昭还不够，还要去招惹蒋盼。大奎你干啥？吃过饭跟我去后面观景台一趟，我有话对你说。我去后山？去就去，不去还以为我怕你呢。招来干啥？你有病吧？我招你惹你了就动手打我？桃说不能搞内斗，否则咱俩都得挨罚。你还不知道你错哪儿了？你要是喜欢妹妹，就不该再与姐姐纠缠不清。两个你都想要，你让她们两姐妹如何自处？你有病吧？我什么时候和他们俩纠缠不清了？姐，你说大奎哥是啥意思？不行，我要去找他问清楚。我都看到你给蒋昭表心意，给他送东西，他也收下了。结果今天你就把眼睛盯在蒋盼身上，你不要脸！我替他们好好教训你。你放狗屁！我什么时候对蒋昭表心意了？我那是托他把东西送给蒋盼。你笑啥？这么说，你喜欢的人是姐姐，你和妹妹没什么。你个疯子！就因为这事儿找我打架，你直接问不好啊？兄弟，误会你了，你再打我两下，解解气。切，我有空打你啊！我有那个时间，不如找机会和蒋盼说两句话呢。对啊，今天他就没给蒋昭好脸色，他会不会生气了？他不管了，他要去找蒋昭说清楚。大山兄弟，今天是我不对，改天我亲自向你赔罪。我有事先走了。蒋昭，你别说话，你听我说。你说。大奎哥，我问你，你对我有没有意思？你若是对我有意思，你就直白告诉我；你若是对我没有意思，我从今往后就再也不缠着你。蒋昭，咱们换个地方好好说，这里不合适。好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你就是不喜欢我呗。你放心，我蒋昭绝对不会纠缠你的。大奎慌了，他明白啥了？他不是那个意思啊。蒋昭，
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心悦你，我只是想找个合适的机会和你说，不是你以为那样。我还给你买了耳坠。你心悦我？你还躲闪个屁啊！老娘我看上你了，盖章为证。景昭，怎么了？你们都看到了。妹妹，我们不是故意的，你就跑出去，我担心你就追出来了，正好碰到东家就发动大家一起来找你。那啥哈，眼看着就要过年了，既然你俩有意思，要不然就趁这个机会，要是不愿意，就当我没问啊。愿意，我愿意。择日不如撞日，就放到大年初一那一天，怎么样？哎呦哎，这咋回事？莫不是喜酒要喝双份的？你做主吧。桃儿，我和蒋盼想和他们一天成婚，